相亲结婚也没什么难的嘛。年年，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等你3个小时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我们结婚了。结婚？人家还在餐厅等你呢。那他是谁？你不会是得癔症了吧？我知道你老妈天天逼你相亲，但也没必要把自己逼到精神失常吧？我把结婚对象搞错了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沈总，您这一回国不回老宅，住在这种平民小区干什么？回去告诉奶奶，沈太太找到了。铁树开花，冰山消融，阎王娶妻。完了完了，一定上班要迟到了。这里，快出来！你找死啊！那可是总裁专用的电梯。不好意思啊，总裁来了。总裁好。他可以进。真的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？都那么明显了，才看出来。你来沈氏集团干什么？我来面试。面试什么？用不用我帮你交代一声？让他知道我来一定保洁，多丢脸啊！不用，我靠自己可以的。你们说，刚才那个女孩跟沈总什么关系啊？沈总不会有女朋友了吧？这绝对是能引爆沈氏大楼的爆炸新闻。叶桑年，这一身蛮适合你的嘛。笑完了吗？我要开始工作了。哎，说起来，我们还是亲戚啊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我凭着我爸的关系，毕业就进入沈氏集团。以后我可是要做沈氏集团的人上人的。凭这一点亲戚关系，能拉你一把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！人上人，你要成仙啊？我屈尊成为沈氏集团的秘书，就是为了拿下沈总，成为总裁夫人。你呀，还是好好做你的保洁吧。叶桑年，你的任务就是让19楼一尘不染，拖把不能离手，听懂了吗？他们都在忙，我现在打扫卫生。他们在忙，你就帮他们打下手，等他们不忙了，你再打扫卫生好了。沈氏集团跟你之前待过的公司不一样，机灵点儿，1分1秒都不能浪费。你还真是个周扒皮。新来的，1杯咖啡。好，我干。把这个打印10份送给地区的薇薇安。地区薇薇安，新来的，1杯咖啡，不加奶不加糖。1杯咖啡，双倍奶双倍糖。好。把这个找财务盖章送给地区的薇薇安。地区薇薇安，好。这些送给地区薇薇安。聪明，抄写10份再送去。抄写10份 ？Of course， go， 动起来，新来的小白菜。新来的，加点糖。
隐藏的心肠，花可撑起为勇气，慢慢长。我要领，却木也完美如意。慢慢长，我要领，却木也完美如意。让我新来的小白菜要倒霉了，沈总最讨厌制造麻烦的人了。毛毛躁躁的笨死了，倒个咖啡都能闯祸，你还能干什么呀？我看你家庭困难才给你介绍的工作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是你撞我的。我撞你，你就不能自己站稳吗？沈总，这是我表妹，听说我在沈氏集团工作，死乞白赖的要留在这里。你要真生气，我这就开了他。每一次，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回忆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。沈总，你被人这么骂，你都没什么想说的？沈清白，衣服我会洗干净还给你的。跟上。沈清白，你知道我今天泡了多少杯咖啡，打印了多少份文件吗？受了委屈为什么不找我？我一个保洁，恐怕连你办公室都进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是我的私人保洁。是。沈清白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为什么？我是不是长得很美？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被我放荡不羁的动作给征服了？不是第一次见面。啊？清白呀，今天是奶奶的70大寿，我约了一位姑娘，很不错，当我孙媳妇儿正合适。你已经有孙媳妇儿了，她叫年年。那你带回来给我看看呢，别想骗我老婆子。再说了，那个年年能有小叶好，小叶绝对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子。小叶一听名字就有心机，她哄骗您什么了？什么哄骗？她是个单纯孩子。真单纯，能让您沈氏集团董事长这么帮她说话，此事不用再提。要这么说，那位年年小姐能让你这个沈氏集团总裁为她说话，岂不也是个有心机的？奶奶，您不了解她，你也不了解小叶。一会儿小叶会来参加我的寿宴，你必须见。别什么女人都往我身边塞，我不见。石荒奶奶住这儿。特价胡萝卜还有吗？已经卖完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哎呀，好可怜的拾荒老人，肯定很艰难吧？怪不得这么介绍。奶奶，明天我一定送一份包您满意的礼物。拾荒奶奶住这儿。叶桑年，这不是被我抛弃的前女友吗？你现在开始送外卖了？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跟着我们不会是想求世康复合吧？我不是跟着你们来的，这儿可是沈家老宅，我们来拜见沈氏集团董事长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儿是沈家老宅？怎么回答不上来了？我来见朋友。你的朋友是宅子里的保安，还是保姆啊？沈管家，我是陈家大少爷陈世康，与沈氏有合作往来，想要见见董事长。沈管家，这是我陈家特意准备的厚礼。今日董事长没有接待客人的打算。这可是百年灵芝和千年人参，你不问董事长就擅自拒绝，就不怕耽误了大事，丢了工作？这点东西还引发不了什么大事。热脸贴冷屁股了吧？得意什么？你也得管。您可是小叶姑娘？是，
我也是来送礼的，不过是客家胡萝卜。董事长派我来接您进去。啊？凭什么？我们来车宝贝还不如他一袋破萝卜。董事长今天只收萝卜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活着的别墅。活着的？就是亲眼看见。你这丫头还真有意思。奶奶，您这么有钱，还那么节省干什么？哎，我还差50就存够孙媳妇儿的彩礼了。多少彩礼？1个亿。哦，这是给我的啊？对，特价胡萝卜，10块钱一兜，装满。哎呦，你看我塞得满满的。这个礼物我喜欢。我也给你准备了些礼物，跟我看看去。走。小爷娘好。1号外商温迪，1号外商 Mandy， 安娜 Lisa。为您服务。快来挑挑自己喜欢的。个10、100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这是人民币？买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买。奶奶，这是不是太重了？慢点！奶奶，这些礼物太贵重了，要不换一个？要不我把我大孙子送给你？啊？必须选一样，不然就是看不起我老婆子。这个戒指也就是银的吧，应该不值钱。这个家里最便宜的估计就是它了。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奶奶，这个戒指可以送给我吗？喜欢就拿去，大小刚好合适，谢谢奶奶。管家带小叶姑娘去参加寿宴。小叶姑娘，请。啊！董事长，集团夫人的权戒怎么不见了？要报警吗？我送给未来孙媳妇了，你少管闲事。是。拿了戒指，那就不能拒绝我孙子喽。婉仪姐，昨天您陪总裁去参加晚宴，董事长也在，你们这算不算见过家长啦？别乱说，只是正常的商务宴会。不过沈奶奶确实对我很好。都叫沈奶奶了，看来我们以后要改口叫你总裁夫人啦。总裁夫人好。叶桑年，你以后离我们沈总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婉仪姐马上就是总裁夫人，你可不要知3当3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总裁结婚，难不成还要智慧你一个保洁不成？某些人当上了总裁的私人保洁，就以为能登堂入室了，恐怕连自己几斤几两都忘了。我1.62米，98斤，谢谢关心。叶桑年，我知道你对沈总有意思，但你实在配不上他。昨晚的商务宴会上，我和沈总已经见过家长了。昨天晚上沈天白根本就没有参加宴会，你们什么时候见的家长？昨天的商务宴会对沈氏很重要，沈总怎么可能不参加？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。你说沈总昨晚没有参加宴会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沈总在哪儿？我总不能说他昨晚一直和我在一起吧？不知道。编不下去了吧？因为嫉妒婉仪姐，就说出这种无知之言，真是小家子气。等婉仪成了总裁夫人，第一个开除你。我等着。婉仪姐，你就是太低调了，才会被一个保洁踩在头上。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好了，别说了。
婉一姐，这个不会是沈氏集团总裁夫人的权戒吧？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也能看到实物了。这可是沈奶奶亲手送给我的。董事长对您真是太好了。嘘，低调点儿，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婉一姐，等你嫁入豪门，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旧同事啊。当然，叶桑年，我可是沈家承认的孙媳妇儿，你拿什么跟我争啊？这戒指很眼熟，你一个土包子，怎么可能见过这枚戒指啊？那我也有一枚。好像真的有点像哎，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，沈氏家族的权戒内侧是刻有一个沈字。不可能，你以为在戒指上刻个沈字就和沈家有关系了？婉叶这枚戒指可是董事长亲手送的，象征沈氏总裁夫人身份的权戒，你别拿这种冒牌货碰瓷。不信让婉叶摘下来看看，一定也有沈字。婉叶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证明给这个冒牌货看，到底谁才是沈氏的总裁夫人。这怎么没有？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毕竟电视上的图片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沈氏的权戒向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过嘛。没错，这更证明叶桑年的戒指是假的。真正的权戒上根本没有沈字，而你不知道，造了一个假的，想要冒充总裁夫人，却没想到我们婉一揭穿了你。没错，叶桑年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！要是沈奶奶没有送我这枚权戒，倒真被你蒙混过关了。这枚戒指确实是董事长送给我的。你一个保洁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认识董事长？你不过是仗着董事长从不来公司，还敢满口胡言罢了。欢迎董事长莅临指导我们工作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还希望您多多指点一下。大家不用紧张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是。叶桑年，我知道你是想要与我争个高低，可你也不能处处模仿我呀，这一旦被拆穿了，很尴尬的。我模仿你什么了？我拿出一枚戒指，你也拿出一枚，我说我的是董事长送的，你说你的也是，这不是模仿是什么？前2日董事长七十大寿，我去了沈家老宅，这枚戒指就是当时奶奶送给我的。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叫董事长奶奶？哼，就你还去过沈家老宅？连婉叶姐都没资格去，你连这种大话都说得出来？我和董事长的关系无需向你们解释。就凭你这枚假戒指，董事长就不会容忍你这种骗子留在沈总身边。叶桑年，你知道权戒象征着什么吗？它可是沈氏集团一半的支配权，就算不说半个沈氏集团市值1000亿，就单单这戒指的材料就是价值1个亿的银花宝玉。这不是赢了吗？必须选一样，要不然就是看不起我老婆子。这戒指也就是银的吧，应该不值钱。这个家里最便宜的，估计就是它了。嘿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奶奶，这个戒指可以送给我吗？喜欢就拿去。还真是个土包子，你连什么材质都分不清楚，还敢造假？你现在不单单对沈氏不敬，对董事长不敬，我还可以告你造假诈骗。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不行，这东西这么贵重，我得还给奶奶才行。还给奶奶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敢装？我不想和你们争辩。被拆穿了就想跑，没门儿！沈总最讨厌的就是说谎，你这是撞枪口上了。像你这种骗子根本就不配待在沈氏集团，连沈总的行踪都敢造谣。婉叶，我们把他赶出去。谁敢动他？
沈总，叶桑年谎话连篇，刚刚还说您昨晚没去商务宴会，这种人必须开除出沈氏集团。没错，我们刚刚都听到了，他自己亲口说的。我们都是人证，沈氏向来注重品德，沈总如果不把他开除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。你怎么就确定他说谎了？我用我的职业生涯担保，如果叶桑年没有说谎，我自愿离开沈氏集团。我昨晚确实没去参加商业宴会。婉怡姐，你昨天不是陪沈总去参加晚宴了吗？你快说话呀！我昨晚跟叶桑年在一起。什么？我早就和你们说了，不跟你们争辩，非要闹得如此地步。何必呢？婉怡姐，你不能不管我，这些话都是你让我说的。婉怡姐，你不能不管我，这些话都是你让我说的。哎呀，你别胡说，我可没说过这种话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猜的。你财务部，结清他的工资。是。你可以走了。我不能失去沈氏的工作，求沈总饶我一次吧。有句话你说的没错，沈氏最注重的就是品德。很显然，你不符合沈氏的用人标准。那叶桑年呢？他私自仿造沈氏总裁夫人的权戒，还口口声声说是董事长送的。谁知道他伪造戒指用来干嘛？他这是诈骗，不光要开除，还要送他去坐牢。像他这种人品低劣的人，怎配留在沈氏？想来沈总是公允的，不会因为他是叶桑年就偏袒他吧？他不会。他就这么相信我？这是董事长亲手送给叶婉仪的权戒，这里是真的，那叶桑年手上的就一定是假的。你就是奶奶说的小叶。没错，沈总，我确实和沈奶奶有过几面之缘。看来传闻是真的，董事长独自居住在老宅，鲜少出门，沈总都不常见到他。只要我一口咬定，谁都不知道我在撒谎。沈廷白，这权戒可是只有一枚。没错，可是，权戒是奶奶的嫁妆，传女不传男，连我也没有资格拿到。那他的必然是假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真的在我这儿，这是董事长亲手送给我的。你不过是仗着董事长不在，信口雌黄罢了。我可以去董事长面前对证，你敢吗？你不敢了？你不过是借机想见董事长，我凭什么带你去见？董事长也是你配见的。董事长已经10年没有露过面了，只要我咬死了不承认，谁也不能说我的是假的。只要再等几天，等爸爸和董事长敲定了我和沈天白的婚事，这事儿就蒙混过去了。谁要见我？你的戒指是谁给的？你谁啊？也敢质问我？真是连阿猫阿狗都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你不认识他？沈总，我可是你的贴身秘书，平时想要巴结我的人不计其数，我哪能每个都认识呀？奶奶怎么来了？沈总，这人是叶桑年奶奶。哎呀，他真把公司当自己家了，什么人都往这里带。奶奶，叶桑年是我喜欢的人，我知道你喜欢叶婉仪，但是请你尊重我的选择。真是太好了。叶婉仪是谁呀？老婆子我可不认识。小叶呀，原来你和我大孙子早就认识了。什么时候商量婚事啊？婚事？奶奶还不知道我们领证了呢。啊，全听桑年的，
我怎么没想到，奶奶说的小叶是你呢？不可能，他是董事长。叶婉意，你真是被男人冲昏了脑子了。我们可是亲戚，如果董事长是我奶奶，你会不认识？你不是说你手上那枚戒指是董事长给你的，还说你和董事长私交甚好，怎么董事长来了你怎么不认识啊？难不成你们是网友啊？你这丫头。叶桑年，你别得意，日子还长，你给我等着。奶奶，我不知道这戒指这么贵重，还是还给你吧。哎呦，收了我的礼物啊，可没有还回来的道理。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就把我这个大孙子收了吧。这奶奶给的啊。好好收着。他在说戒指，还是他自己啊？哎呦，都忘了还有事儿呢。你们，还有你们，都走，都走，都走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都跟我走。好。年年，现在天下皆知，你不准备给我一个名分？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就这吧。这里很贵吧？个十百千万，一条鱼就上万块。沈总好。嘘。那个，我还不是很饿，你饿了吗？确实有点饿了，进去吃饭吧。我实在是没办法对他这张脸说不行，人家只是肚子饿了嘛，银行卡里没钱了，不是还有微信吗？微信里没钱了，不知道向朋友借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真可爱。牵我的手，我知道你会带着我向前走，我不需看看，想吃什么？算了，我不配吃饭。怎么了？其实我真的不是很饿，要不你点就好，我不用了。一份冷冻虾，一份炭烤牛菲力，一份松叶蟹，一份沙拉。本来还想说请你吃饭，但既然你不饿，就只能改天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个，哎，麻烦菜单再拿给我看一下。虽然我不是很饿，不过可以陪你吃一点，毕竟一个人吃饭还是很无聊的。沈氏总裁平时都吃这么贵的饭吗？这么吃真的不会吃穷吗？一顿饭钱还是有的。我先去结账，你慢慢吃。啊。叶桑年，这不是叶桑年吗？几年不见，你一个土包子也能进这种高档餐厅吃饭了？你谁啊？你被陈世康抛弃，成为可怜虫，这件事早就传遍了。你一个土包子还想巴结上陈少爷，也不看看你配吗？早晚是被抛弃的下场。我就不一样。你哪不一样？这位可是沈氏集团的少爷，沈氏集团听说过吧？资产过万亿，全国首富哎！我马上就是沈氏夫人了。传闻沈大少爷可是个大帅哥啊！你一个土包子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可就算他是，
沈氏集团的少爷能看上你？哼，你就是嫉妒。师爷，这位漂亮美人是谁呀？沈总，这可是我上大学时的班花啊，从大学起就被包养，早就被男人玩烂了。哦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这么多年还是改不了叫女性黄妖的习惯，白长这么大脸。你别装了，这里人均10万，陈少爷把你甩了，要不是八戒上老男人，你哪来的钱进来吃饭？被拆穿了就想跑？让开！陈少爷已经订婚了，你这条丧家之犬再也没人护着。谁说他没人护着的？手机。哦。你不会不愿意公开吧？哼，叶桑年，你也只能看上这种中看不中用的软饭男了。那也总比你找个爹好。混账东西，敢踹老子！好，我让人断了你双腿！保安呢？有人在你们餐厅闹事儿，把他的腿打断，然后赶出去！哼，你们两个穷鬼敢来这种地方闹事儿，不知死活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沈总说的话吗？你们是死了吗？赶紧把这两个穷鬼给我赶出去！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们两个是谁吗？这位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我是沈氏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，这整个商场都是沈氏的。你一条狗还敢打主人？我们沈氏可没有这么一位少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沈总，这是要去哪儿？不关我的事儿，这是都是这个女人搞的，和我没关系啊！冒充沈氏集团的身份招摇撞骗，我们有权起诉你。送去警局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他是假的，我被骗了，我把一切都给他了。如果他是假的，那我怎么办？真是活该，一天到晚白日做梦。你说哪来那么多亿万富翁？还沈氏总裁？沈氏总裁那样的天之骄子，怎么这么巧就被你碰上了，还看上你了？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？哼，你还瞪我？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你怎么就这么自信呢？他为什么就能看上你了？哎，你再瞪我！沈总，刚刚老夫人又催您回老宅了。You are my dream, you are my love. 通知沈氏上下，准备迎见总裁夫人。是。您请进，请进。沈天白，今天是我的同学聚会，你一定要把我前男友比成渣渣，但也不要表现得太完美，我怕你被人看上，你就不跟我回来了。你刚刚是在担心这个？我有担心吗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抛下你的。那如果你扔下我了呢？我一定会再次把你找回来。给我10块钱，这一片我保护你。死胖子，有5块钱买糖水喝，不然还打你。我的人你们也敢欺负？您大姐，我们不知道这胖子是您的人啊，我们再也不敢。走。
谢谢你救了我。给钱。我有很多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听白。沈听白，好名字，以后就叫你小胖子。叶桑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都快被陈世康那一对儿给肉麻死了。曹雪，我大学同学。你好，沈听白。啊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刚被陈世康抛弃，就找了这么一个极品男人。可惜啊，今天帅是行不通了。陈世康可是安排了一份豪华大礼，要当众送给他的新女友。男人还是得有钱，你今天估计要丢脸了。不劳你操心。哎，桑年，你先进去吧，我等下来找你。啊，他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？装什么装？陈少爷的新女友可是流血海归。哼！咱们人不到齐了，还差谁啊？人？这一桌是流血海归的位置，桑年，你只能坐在普通桌了。叶桑年，你今天明知屈辱还要过来，不就是想求世康回心转意吗？叶桑年，你死心吧，我没有和你复合的想法。巧了，我也一样。国内素质差就是差。我在国外的 restaurant 吃饭啊，人家用餐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哪像国内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。还有啊，华国制作的东西啊也都很 cheap， 还是国外大牌子质量更好。哎，你看我这手表，哎呀，你长不长挨子？我这件衣服可是国外买的，很 expensive 的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吧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对啊，也没造成什么损失。算什么算啊？被这种 loser 碰一下就已经很脏了。我穿的可是国外的大牌子，你要帮他赔吗？哼，说到钱知道怕了，像你们这种留学费用都掏不出来的穷鬼，恐怕连我这身衣服的袖子都买不起。我看你们软骨病挺严重的，赶紧治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叶桑年，我知道你被我甩了很不甘心。菲菲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，你们两个不在一个档次。档次？瞧瞧你们说的话，中不中，英不英的，也不怕咬了舌头。哼，我们可是留学归来的精英人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哼，我是没留，但是我知道精英人才不长你这样。你就是嫉妒，华国需要我们这样能跟国际沟通的人才，你们也配？叶桑年，菲菲是我的新女朋友，我知道你嫉妒，但你别太过分。你们俩也太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你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们身上穿的大牌，这些穷鬼一辈子也买不起，你也只能逞两句口舌之快。让我瞧瞧你们穿的是什么高精，让你们这么得意。Made in China 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桑年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一群碗还没放下就骂娘的白眼狼，嘴皮子厉害又怎么样？这个社会可不是嘴硬就行的。这不是上周沈氏集团拍卖会上拍出1亿天价的洛克帝王宝吗？陈家不愧是珠宝世家，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洛克帝王宝是排名第1的宝石，除了沈氏集团，就只有我拥有这块宝石了。这块宝石足足有5克了。今天
我就要把她送给我的未婚妻程菲菲。谢谢亲爱的叶桑年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和世康1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。就你这副没情趣的样子，世康早就想跟你分手了。没做成陈太太，不好受吧？像你这种9月份的，白送我都嫌晦气。你好好看看，足足5克拉的洛克帝王宝，你这辈子也就这一次机会能见到了。一个假镯子玩的还挺有意思。这是洛克帝王宝手镯，这要是真的得值多少钱啊？陈家可是珠宝世家，他说是真的就一定是真的。程菲菲手上5克拉的宝石就值1个亿，这整个镯子才是天价吧？不对，我和沈家有珠宝合作，这是沈家的传家宝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从哪来的？说，不然把你送到沈家治罪。沈总，我来接您和夫人回沁园。沁园？沈家老宅？你说你和沈氏有合作，从今天起，沈氏与陈家的所有合作全部叫停。是。抢了你的男人，真是抱歉。要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有钱人吧，我倒是认识一个70岁的大款，应该不会嫌弃你。但世康，你就别惦记了。我的老婆，不用你操心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个送你。哇，沈定白，这豪车，还有这手镯，还有这些保镖，哇塞，太有霸总的范儿了。电视剧承不起我，原来总裁真的是这么出门的。你看到了吗？刚刚陈世康那个渣男的脸色太精彩了，今天这一仗打得真痛快。从今日起，沈氏与陈家的所有合作全部叫停。这句话太帅了。奶奶，这家餐厅您绝对会喜欢的。啊，那我得尝尝。叶桑年，你果然还是这副穷酸样子啊！有什么事吗？昨天我们都被你给骗了，一个穷鬼还敢冒充沈氏集团总裁，还说要断了我陈家和沈氏集团的合作。今天我刚刚收到了南省商会会长的邀请函，你们的谎言我不攻自破了。南省商会听起来好像比沈家厉害，我可不能给沈家招惹麻烦。叶桑年，你以后少往我和世康面前凑，你也就只配合这种穷鬼老太婆在这里一起抠钱，这就是你无法跨越的阶层。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和你们没有关系，就你们这副嘴脸，要是被南省商会看见，早晚和你们断了合作。叶桑年，我建议你态度好点。我本来想，如果你求我的话，我明天带你去南省商会的宴会上见见世面，让你亲眼见证一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不需。既然你都邀请了，放心，他会到的。啊，行，明天见。奶奶，你别乱答应，你知道那是干啥的不？放心吧，都交给我。啊？好久不见，我当然是不知道是看我的。奶奶竟然真的带我来了。南省商会应该不会为难沈家吧？
你这个骗子还敢出现在本少爷面前，不想活了是吧？穷鬼，放开我！死性不改。师哥，来人！这个骗子假冒省市的总裁，还敢来南省商会闹事儿，快给他拿下！你等死吧！南省商会由沈家主持，正好把你抓了，我们就是帮了沈家的功臣。你小子，这一脚，老子早晚10倍还给你！沈总，这2个跳梁小丑哪来的？王总，你怎么能叫他沈总呢？沈总，需要小弟我帮您处理吗？田总，您可是南省首富啊，也被他骗了不成？知道我是谁，还不知道这位是谁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给我南省商会的邀请函？为了再跟你说一次，陈家与沈氏的合作彻底终止。师哥，沈天白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桑年，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他。这可是南省商会，你竟然敢闹事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啊！不是我，这，喂，你太鲁莽了，没必要为了帮我，在南省商会上打人。要是商会会长生气了，为难沈家怎么办啊？商会会长就是我奶奶。什么？叶桑年，沈总让你帮我把这个文件寄出去。好。婉仪姐，我能留在沈氏，多亏您了。我爸对沈家去世的老太爷有恩，他们不能开除我。至于叶桑年，以后这种脏活累活全都扔给他，待不下去就自己滚蛋啊！当总裁发现他处处不如我的时候，才会记得我的好。对，不管是秘书还是总裁夫人，只有您最合适。哼。这文件是你让桑年寄的？怎么了？他犯什么错了吗？哎呀，都怪我，看他做保洁可怜，就想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我不应该让这种低学历的人做这么难的事儿。叶秘书如果觉得不能胜任工作的话，那你和桑年就彻底换工作。你要让我做保洁？我只答应你爸让你留在沈氏，至于干什么不重要，出去反省吧。你是我的私人保洁，只能我给你安排工作，不要傻乎乎的谁的话都听。我这不是无聊吗？你又没给我安排工作。晚上请你吃饭。那如果这算工作的话，有加班费吗？叫叶桑年就是桑年，叫我就是叶秘书。我当了他3年秘书，还不如刚认识的叶桑年吗？该死的，走着瞧。今晚沈家要举办商务宴会，您既漂亮又优秀，沈总一定会带您去的。今晚董事长也在，说不定直接看上您，要您做孙媳妇呢。沈总，今晚的商务宴会你转告叶桑年，让他陪我去。您让一个保洁陪您去这种高端场合，不行吗？总裁，让一让，快让一让！让你让一让，听不懂吗？桑年，刚刚传来消息，
总裁和江特助回公司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把他手机也关机，现在联系不上了。那快报警啊！已经报过了，警方让等消息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找。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3年呢？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叶桑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沈总，要不晚宴还是我陪您去吧。3年不去的话，我就不带秘书了。叶桑年呢？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了。怎么关机了？江正，去找叶桑年。是，沈总。这是途经公司的最后一条街了，没看到有出车祸的地方。沈总，人找到了。江特助，你和沈总出车祸了？没有啊，沈总派我来找你的。那沈总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？您还是问沈总吧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。对不起。手机。以后你只要打开分享定位，就可以找到我。我好像中暑了。沈总，晚宴时间快到了，你帮我和奶奶说一声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要提是因为桑年，我担心奶奶会误解他。是。水。这是哪儿？昨晚你中暑了，我就把你带到我家了。糟了，我夜不归宿，我妈会担心的。哎，你慢点儿。怎么了？好险，差点就被我妈看见了。我就这么贱的人。我昨晚夜不归宿，要是一大早上让我妈看到我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，这事儿就大了。我先回去了，你别出来。那待会儿我在楼下等你，和你一起去公司。好。妈，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昨天公司加班，吃饭吧。妈，你觉得沈听白怎么样？人家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和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哪敢评论？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沈听白挺好的。所以有点想把他变成你的女婿。
哎，你没发烧啊？怎么竟说胡话了呢？我说真的。梦想啊，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不相信？哎，你妈我年轻那会儿还想嫁给古天乐呢。你不是想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你说我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到底哪里像癞蛤蟆了？有我这么好看的癞蛤蟆吗？当然没有。我真想让你一会儿去我家，手牵手在我妈面前转一圈，看她什么反应。第一次去你家，我得先买东西才行。买什么？阿姨平时喜欢什么？怎么突然好像变得我在催你见家长似的？反正迟早都要见家长，早点见也没什么不好。见完家长以后呢？商议婚事。然后呢？新婚燕尔。沈天白，你真准备这样去见我妈？你怕你妈不喜欢我？倒不是，只是觉得你拿的太多了。其实不用这么破费，我妈那个人很随和的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那可不行，万一阿姨对我第一印象不好，不同意我们怎么办？好不容易到这一步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沈天白大概不知道他在我妈心中的地位，典型的别人家小孩，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如果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交往，也许他真的会去庙里烧高香。哎，过了今天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偷偷摸摸更刺激一点吗？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是，老婆都是对的。沈天白，待会一定要委婉一点，不然会吓到我妈妈的。是，待会一定要委婉一点，不然会吓到我妈妈的。是，我们一定要保持点距离，别太亲近，给我妈妈一点接受时间。好。妈，阿姨好，我叫沈天白，是您女儿的男朋友。说吧，你和沈天白是怎么回事？如您所见，我们在谈恋爱。如您所见，我们在谈恋爱。你和沈天白？你们该不会是一夜情啊？年年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看人家长得帅、有钱就贴上去啊，连女孩子的矜持和自尊都不要了。沈家怎么可能接受我们这样的人家做儿媳妇呢？万一哪天沈天白抛弃了你，哎呀，你不自爱的名声传出去，你就毁了。这是关乎于你名誉的大事，不能有一丁点的损失。妈，你把我也想得太随便了，我就不能跟沈天白正儿八经的谈恋爱吗？哎呀，那可是沈天白，沈氏集团总裁，你怎么敢的呀？去沈氏集团做保洁，结果被人家总裁撬了。去沈氏集团做保洁，结果被人家总裁撬了。哎呀，妈，虽然是事实，但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马上跟他分手。为什么？您不喜欢沈天白吗？哎，那可是沈天白，我脑子又没进水，怎么可能不喜欢？只是那样的人家能同意让你进门吗？如果只是玩玩，我不同意啊。
我们已经到了见家长这一步了。沈家能同意？是亲家吧？我是听白的奶奶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怎么能自己上门呢？我还是觉得得亲自来一趟，毕竟啊，是2个孩子的婚事。婚事啊？这2个孩子呀，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谈个恋爱天经地义。咱们大人只希望他们能甜甜蜜蜜、高高兴兴的就行。我们沈家可是很满意年年的。阿姨好，我是沈天白。初次拜访，听年年说您喜欢画画，一点薄礼，请你收下。哎呀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快坐快坐！那个年年，赶快去沏茶呀，快！我去帮年年。哎呀，我这次来是想来商量听白和年年的婚事。哎呀，这……阿姨，阿姨，这是我名下的房产、银行卡、车钥匙，还有几家公司的股份，在前几日已经全都转到了年年的名下了。希望您能将年年嫁给我。这些东西都是听白自己挣的，自然由他自己做主。你就不怕我卷款跑了？不怕，跑的时候带上我就好。You have me at hello, and I'll never say goodbye. You'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, I need you. 这幅画真不错，我女婿的眼光就是好。是不错，当然不错了，这可是戴凡的葵花，值10个亿呢。这可是戴凡的葵花，值10个亿呢。是幅名画，不是自己随手画的那种啊。你们不知道暴殄天物啊，暴殄天物啊！就算是假的，能仿到这么真的，也是一画难求啊。你们哪来的？你说沈氏集团董事长家可能有假画吗？妈呀！我可得好好看看。真迹，绝对是真迹！别忘了，我可是鉴赏力10级选手。摘了吧，这客厅配不上他。昨天陈世康给我打电话了。是吗？打给你干什么？他问我你怎么样，我猜他大概是要找你复合。听说他家破产了，新女友嫌弃他没钱，跑路了。春风得意又跌落谷底，估计是想起从前你陪他过苦日子的时候了。可千万别，他要是再打给你，你就替我转告他。我诚心诚意祝福他和陈菲菲恩恩爱爱，天长地久，永不分手。唉，当初他隐藏富二代的身份和你谈恋爱，你养了他3年，一副恋爱脑的样子，怎么劝都不听。你要是早有现在的觉悟，估计和沈大总裁连孩子都有了。
年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不用打电话给九儿，也不用到我家楼下来堵我。不管你和你女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和你都再无可能。年年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没想到3年前我竟然喜欢上这么一个不堪的男人，还有什么脸跟我说重新开始？陈世康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劈腿我闺蜜的时候有想过我吗？你出轨对象指着我鼻子来跟我对垒的时候，你有维护过我吗？天天在朋友圈秀恩爱，给新女友买奢侈品的时候，你有顾及过省吃俭用养你3年的我吗？如果我是你，哪怕是死也不会舔着脸回来求我复合。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，就绝不可能这么做。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，就绝不可能这么做。年年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忍心舍弃吗？我已经和他分手了，从今往后，保证只会爱你一个人。我们年底就结婚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年年，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和别的男人结婚？你是故意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就算你跟沈氏总裁在一起过，他也不可能娶你的，连我陈家都看不上你的出身，更别说是沈氏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利益至上吗？松手！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利益至上吗？松手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你是在骗我。你不信是吧？我现在要和我老公去如家，你要跟过来看看吗？好啊，除非我亲眼所见，否则我绝不相信。沈定白，去如家酒店门口等我，我要和你看房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算了吧。好。这下你信了吧？还是在骗我。如果你不信，请我跟着去酒店好了。好，去就去。还真不要脸，你还真不要脸。年年，你连撒谎都不会。沈总那种人物怎么可能会去如家？人家出入的最起码也是5星酒店的总统套房，你别想骗我。难道我真的要带着前男友和现任去开房？哼！哎，年年，我虽然破产了，但我怎么也比带你来如家开房的男人强吧？陈世刚，在你劈腿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再无可能了。你果然还是在生气，生气就说明你还是爱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你没必要编出已经结婚这种话骗我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老公只是来晚了一点。你又何必执意骗我？我是诚心诚意求复合的，就当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，我们还跟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跟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陈世康，别再白日做梦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陈世康，看来沈家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！我沈天白的老婆，你也敢纠缠？沈总，陈世刚，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你不会还以为我是在骗你吧？现在我要和我老公去酒店探讨一下人生，解锁一下新知识，你不会还想跟着我们上楼吧？探讨一下人生，解锁一下新知识。沈太太这是提醒我吗？陈世康，他一直追着我不放，为了让他死心，我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呢。这个方法挺好，今晚就试一下。